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今天小姐姐要带您参观意大利托斯卡尼知名山城之一的皮恩扎。它是一座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小镇，也被誉为理想之城。皮恩扎曾经历经过重建，它原本只是一个叫做科尔西尼亚诺的中世纪小村庄。在15世纪的时候，此地的教宗庇护二世决定把自己的故乡重新打造为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典范哦。庇护二世他邀请了著名建筑师贝尔纳多·罗塞利诺，规划重建了整座小镇。这也让皮恩扎在1996年被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的皮恩扎不只是历史文明，也因为它周围有奥尔恰山谷的绝美景色，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托斯卡尼山谷美景。加上当地有著名的羊奶 cheese， 有了以上这些的加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造访哦。小姐姐这次是自己租车前往的，从 Florence 出发，开车到皮恩扎大约1小时40分钟左右。我们是用 Discover Car 租车，因为有朋友推荐这个网站，它常常会有比较便宜的租车方案哦。或者我们也会上 Rental Car 租车比价参考，找最划算的来租。我们每天呢都会去2个不同的山城，中间有绕过漂亮的酒庄，也会停下来拍照，之后会陆续介绍哦。不想自己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参加 Florence 出发的一日游行程，像是 Klook 或 GetYourGuide 等等平台都有推一日游行程哦。通常会多个点一起去，非常方便，也蛮划算的。自己开车的朋友呢，我们要顺便提醒一下，意大利有许多地方停车会有停车管制，通常是看停车格的线条颜色来分，大部分呢是蓝色付费，白色免费，黄色为保留车位，一般人不能停，但也有例外情况，所以一定要看一下旁边牌子的说明。另外ZTL 管制区一般旅客千万不能开进去哦，很多古城区都是ZTL 管制区，也就是现行交通管制区。这是意大利为了保护古城区历史中心与文化遗产，规定只有当地居民、公车、计程车或特许车辆才能进入管制区域哦。外地车如果误闯的话，马上一张罚单就送上门了哟。像是皮恩扎古城区呢，它就是 ZTL 管制区域，所以我们只能停在外围区，然后步行走进老城区内。这就是为何很多人来意大利旅游的时候都会变瘦的原因，因为真的要走很多的路。从停车场的地方走到老城区，大约不到10分钟左右。现在看到的就是皮恩扎古城区的城门，仔细看城门上有幅彩绘，描述着圣母玛利亚守护着皮恩扎小镇的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皮恩扎的几个地标建筑哦，有皮恩扎主教座堂、市政厅和拱廊等等。接着我们往前走，首先来到了皮恩扎的主广场，也就是庇护二世广场。广场四周呢有主教座堂，还有教宗宫，也就是皮科罗米尼宫，另外还有市政厅。皮恩扎主教座堂，它的全名是圣母升天主教座堂，是一座文艺复兴建筑哦。但内部其实融合了哥德式元素，还有德国大厅教堂的风格。因为教宗庇护二世曾在德国生活过，所以有受到一些当地教堂风格的影响哦。旁边那栋是教宗宫，也就是皮科罗米尼宫，是教宗庇护二世为自己家族打造的宅邸。里面的空中花园很有名，是面向奥尔恰山谷的悬空花园。从宫殿后方可以直接看到奥尔恰山谷的美景，也就是托斯卡尼的经典丘陵景色哦。广场旁边有一间很有特色的小咖啡厅，因为天气超级好，所以我们决定先买了一杯咖啡，坐在户外区享受一下广场的风景。在皮恩扎主教座堂斜对面有一栋有着拱廊建筑的，那个就是皮恩扎的市政厅，它代表着市民权力象征的意思。市政厅上的塔楼很重要，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常透过塔楼来象征自治权、城市荣耀和政治地位的含义哦。
接下来我们随便逛逛，就来到了一个像是城墙附近的地方。这条一整排都可以欣赏托斯卡尼经典的丘陵景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因为它本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要说3次。虽然我们到的时候是冬天，但这个景色依旧是美的无话说耶。旁边还有一家餐厅，它的外面还放了一台意式田园风味的脚踏车，超适合拍照的。当然，我们也拍了不少张。然后继续往下走一点，我们又回到了主教堂后方，沿着旁边的楼梯走上去，回到广场后，我们又继续逛了其他小镇的街道，每一个角落都好美哦。就连我们进城门之前找公厕时，随便经过几条小路，都觉得这边的建筑风格也真的太可爱了吧。那我们来欣赏一些街道风景的画面吧。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路过的建筑物墙上，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铁环。那你猜猜这是什么用途呢？答案是，这个是古时候人们用来拴马用的器具哦。皮恩萨不大，景点也不多，迷你而精致，很快就可以逛完，所以可以和附近的山城一起去哦。像我们就是白天参观皮恩萨，下午去旁边的 Montepulciano 蒙特普奇亚诺山城，它也被叫做吸血鬼之城，因为影集《暮光之城》新月是在那里取景的哟。之后我们会陆续介绍给大家这个厉害的山城哦。好的，回归正传，小姐姐很喜欢皮恩萨的氛围 ，super relaxing and chill。欣赏那如画的丘陵景色，或走在这里的街道上，心情都会莫名的变好，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玩哦。对了，小姐姐还想推荐皮恩萨旁边的一个酒庄，因为当我们开车离开皮恩萨要前往吸血鬼之城的路上时，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超级漂亮的酒庄哦，它的名字叫做马萨伊尼庄园。这个庄园历史可追溯至1215年哦。目前它是以葡萄酒生产、精致住宿以及周围的自然风光而闻名哦。它原本是中世纪的防御要塞，后来在16世纪转型为优雅别墅搭配酒庄，现今仍然保留古老石塔以及托斯卡尼传统建筑风格。我们在门口拍了一下照片后，开车进去看了一下，但刚好酒庄关门了，不过他们也有饭店住宿，所以还是有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呢，还是有让我们买了一些红酒，只是没有开放品酒的行程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庄园内拍拍照哦，这里的景色超级漂亮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这美丽的庄园风景吧。这个酒庄比较靠近皮恩萨，开车只要10分钟内就可以抵达，所以可以和皮恩萨一起去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感谢你们的收看。喜欢小姐姐影片的话，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感恩的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